嗨，大家好，我是 Kimi。上一期我跟大家分享了痛苦和想法，说我们大多数人的不幸和痛苦都是由不必要的、负面的或者毁灭性的想法造成的。今天我接着跟大家聊聊两种我们大多数人潜意识里都有，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在驱使你行动的两种痛苦：恐惧和匮乏感。首先我们来聊聊恐惧。埃克尔托这个老师在他的畅销书《当下的力量》中说过，如果你一直活在头脑中，你就会一直被恐惧所驱动，因为头脑会把我们带离当下，要么沉浸在过去，要么在未来，就是不在当下。而恐惧主要就来源于对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什么叫活在头脑中呢？我上一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头脑很多时候产生的都是负面的想法，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可能有害。就这个老师说过，我们大部分人80%到90%的想法都是重复且无用的。你可以观察一下你每天头脑里产生的想法，你就会发现这是真的。我们很多的能量都被这种重复无用甚至负面的想法给消耗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的想法，你还有可能会发现你无法让它停下来，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反而是它比你强大，它控制了你。这种强迫性的思考就跟上瘾一样，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什么时候停下来。这种时候我们就被头脑所控制了，我们就变成了活在头脑中。本来头脑和想法都只是我们的一部分，应该是我们占主导权，而不是被他们控制。这个老师说过，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恐惧和害怕驱使的阶段，只是程度不同。程度比较严重的就表现为经常感到焦虑和害怕，甚至有些人每天一醒来就感到焦虑。程度比较轻的就表现为经常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就比如说，如果你要说生活中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其实也没有，但是内心总隐隐约约的感到一种不安，总感觉好像有什么威胁存在，或者说会有什么危险发生。另一种痛苦就来源于匮乏感、缺失感。比如说在生活中，很多人外在的物质的条件其实都不错，但内心总感觉不够，或者说不完美、不完整。不知道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在外界看来你一切都很好，你有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不错的收入，稳定的关系，以及其他很多别人羡慕的东西，但是你的内心就总感觉缺了些什么，或者总想要得到更多，然后总在寻找些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个老师说，有些人意识到了这点，有些人则完全没有意识。有这个意识的人通常表现为总感到不安，总觉得自己不值得、不配得，或者说总感觉自己不够好。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的人，通常会间接的表现为有很强烈的过度的欲望。这个老师说，无论是哪种情况，人类都会常常不自觉地执着于追求各种外在认同，试图用外在的东西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所以很多人会去追逐金钱、名利、权利、成功、认可，或者一段特别的关系，任何能够让我们自我感觉更好、更完整的东西。但是往往就算我们得到了这些，内心依然会感觉不够。你会发现这个感觉不够是个无底洞。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外在的物质和认可，但内心却怎么样都感觉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真正的心理危机。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安慰自己或者欺骗自己说，我只要得到这些，我就会感到满足。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去追逐这些外在的东西，就比如说你买了豪车，你还可以再买游艇或者私人飞机，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会变得越来越难，并且你从外在的物质上得到的开心会越来越少，而且那个满足感也只会在你刚刚得到物质或者说权利或者认可的很短暂的一小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你又会感到不满足，然后你就会陷入这种不停的向外界索取的恶性循环。所以只要你内心深处潜意识里有恐惧和匮乏，只要你还活在你的头脑里，你就无法长期真正的感到自在，也无法真正的感到平静或满足。你能体会到的就只有在你的欲望刚被满足时那一点点短暂的开心。但是只要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都不晚。觉察，也就是观察到自己潜意识里的恐惧和匮乏感，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这个系列后面呢，我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痛苦，怎么从痛苦中走出来，以及回到当下的话题。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你订阅和给我留言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